第96章承诺。乌坦城两大家族的经济交锋终于是以萧家的胜利而落幕，而作为失败者的加列家族势力则急速收缩，再也难以恢复以往的风光。两大家族相竞争的过程在乌坦城风风火火地流传了将近1周多之后，喜新厌旧的人们便是逐渐地将目光转移而开，重新投注到另外一项重大事件之上。这件事便是迦南学院的招生。作为斗气大陆闻名的高级学府之一，迦南学院几乎是所有青少年心中的一处圣地。只要能够从学院中深造而出，日后的前程几乎是一片平坦，不仅能够扬眉吐气的衣锦还乡，而且还是各方势力争相抢夺的香饽饽。迦南学院坐落在加玛帝国与附近2个大帝国的地界交接之处，在那种三不管的地区，迦南学院几乎俨然变成一个小国家一般。按照常理来说，对于这种处于夹角间的中立势力，3大帝国都不会坐拥不管，毕竟保不准哪天这势力就会被对手拉拢，从而对帝国边防造成重大危害。当然，这只是取决于夹角势力弱小的前提下，若是当这夹角势力的实力已经上升到足以与3大帝国相抗衡之时，3大帝国反而是安静地停止了一切念想，最后只得任由迦南学院犹如巨龙一般盘踞在帝国边缘，谁也不敢轻易招惹。而经过多年来的发展，现在的迦南学院不仅已经成为了斗气大陆闻名的高级学院，而且因为与3大帝国皇室间的一些隐晦合作，也导致其名声在3大帝国民众间声望越发的强盛。有些水火不容的3大帝国能够安稳地保持近100年的和平，这其中有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迦南学院的暗中钳制与调和。这些林林种种都让的迦南学院在3大帝国中的威名越加强盛，而每一年迦南学院都将会派出大量导师前外3大帝国内部招收修炼天赋出众的学员。对于迦南学院的这种举动，3大帝国皇室都是不约而同地保持着高度赞同，毕竟学院不是宗派，学院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在毕业之后大部分学业有成的学员都将会选择回归自己的国家。对于这种间接增强国家实力的措施，3大帝国的皇室只要脑子没被门夹过，自然不会拒绝。而再过几天，迦南学院的招生导师就该要到达乌坦城了，所以现在乌坦城内的所有注意力都是从半月前的2大家族之上转移开去。这种举动也让最近一直处于风口浪尖的萧家悄悄松了一口气。迦南学院招生注重的是修炼天赋，而非身份地位，天赋不够就始终难以踏进那扇象征着坦途的大门。当然，事无绝对，如果你背后拥有一些庞大势力撑腰的话，那迦南学院也并不会在意学院里面多一个每年给他们贡献大量学费的大款。因为迦南学院招生无视地位身份，所以现在乌坦城之中，就算是一些年轻的小乞丐或者小偷什么的，都已经开始满心热切地等待着招生导师的到来。只要他们能够踩到狗屎运过关，那日后就能脱离这种受尽白眼的低贱职业，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斗者。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之下，乌坦城最近的氛围简直是比逢年过节还要热闹几分，每天城门之处都有人眼巴巴地守望着。与这些人的满心期盼相比，萧炎却是过得极为的忙碌。由于即将远行，所以这段时间他几乎是拼了命的在炼制着疗伤药。而瞧着萧炎那拼命的模样，药老心疼之余也只得无奈地帮了他一把。而有了药老这不知级别的炼药师相助，大批大批的成品疗伤药几乎是源源不断地被送进萧家仓库。按照这些存量，只要萧家有节奏的出售，足以让他们销售1年时间，而不导致存货枯竭。在当萧家将这些疗伤药售完之后，恐怕早已经收获了令人眼红的暴利。这般高强度的炼药虽然使得萧炎极为疲惫，不过却让他对体内斗气的控制越来越得心应手，控制火焰的温度也是越来越熟练。这些进步再配合着他那连药老都赞不绝口的灵魂感知，现在炼制凝血散，萧炎的成功率几乎已经达到了6层左右。这般高的成功率，只有一些经验丰富的2品炼药师才有可能办到。相比于炼药术的精进，萧炎的本身实力也是在药老精心调配的一些灵液的辅助之下，缓缓地稳步提升着。当萧炎在最后一次炼药完毕之后的修炼中，体内所凝聚的斗气
几乎是水到渠成般的汇聚在一起，然后势如破竹地冲进了4星斗者级别。对于这意料之外的收获，萧炎也是满心欢喜。看来这高强度的炼药对提升实力也有颇为不错的增幅效果。当然，炼药虽然有些增幅效果，可毕竟太过消耗精力。在当最后一批的药材被萧炎炼制完毕后，药老便是将它制止了下来。望着药老当时的严厉神色，考虑到存货已经足够的萧炎也就不再坚持。于是当他回到房间闷头睡了一整天之后，日子再次变得悠闲轻松了起来。缓步行走在家族之中，望着那些忽然间拥挤起来的训练场，萧炎有些无奈。各处场地中，不少年轻族人都在挥汗如雨的苦修，这些人都是在期盼着最后几天时间能够让自己达到迦南学院的招生资格。站在训练场边缘，萧炎懒懒地望了几眼场地中，便是无聊地转身离去。对于这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家伙，他可没多大的同情心。他自己当初就算是回复了天赋，不也经常累得像狗一样吗？而这些家伙天赋不高，却总喜欢仗着家族势力四处沾花惹草，这般行径实在让得萧炎在心中对他们有些不感冒。迦南学院的招生底线不低，18岁之前必须到达8段斗之气，这有些苛刻的条件破灭了很多人的梦想。当然，以萧炎的眼光来看，现在训练场上有条件达到招生界限的不会超过2个。双手抱着后脑勺，萧炎将那群家伙丢出脑中，他们究竟能进几个也不关他什么事。甩了甩脑袋，萧炎拐进一条小路中，行进后院的一处花园之中，一道熟悉的少女背影却是在俏生生地立在百花丛中，看上去极为的美丽。微眯着眼睛望着那道曲线完美的背影，萧炎脸庞上浮现一抹柔和，轻声笑了笑，慢吞吞地走向那盯着柳树发呆的青衣少女。萧炎哥哥，你快要走了？还没走进少女，那略微有些伤心的嗓音便是传进了萧炎耳中。脚步微顿，萧炎无奈地点了点头，缓步走上前去，与薰儿并排着，偏过头，却是见到那张有些黯然的精致小脸，微微一笑，伸出手来，手掌拍在薰儿小脑袋之上，然后顺着柔顺的青丝悄悄滑下，舒适的感觉让得他有些心醉。你不去迦南学院了？任由萧炎亲昵地把玩着那头除了自己外再无别的男子碰触过的青丝，薰儿轻声道：点了点头。萧炎轻笑道：我也有自己的事需要做。是因为纳兰嫣然吗？水灵眸子中跳动着一种莫名冷意，薰儿轻咬着红唇，低声道。把玩着青丝的手掌微微一顿，萧炎耸了耸肩，淡淡的笑道：当年当着那么多人应下了这约定，总不可能失约吧？若是那样，恐怕连你都看不起我。薰儿柳眉轻蹙，轻叹了一口气，用仅有自己听见的声音喃喃道：当初真不该让他活着回去啊。放心吧，等把事情完成后，我会来迦南学院找薰儿的。顶多1年半，不，1年。望着那小脸陡然间变得苦兮兮的薰儿，萧炎连忙笑着改口：萧炎哥哥，其实你跟着薰儿也有办法让你在约定的时间内打败纳兰嫣然的。咬着小嘴沉吟了好一会，薰儿忽然迟疑道。苦笑了一声，萧炎摇了摇头，有些自嘲地叹道：你这丫头有时候说的话简直让我有点自惭。我知道萧炎哥哥不会认为我是在施舍。薰儿甜甜地笑道。轻声笑了笑，萧炎微微摇头，仰天长吐了一口气，笑道：放心吧，我有信心，1年之后登云岚宗，战纳兰嫣然。望着忽然间变得豪气干云的萧炎，薰儿无奈地摇了摇头，刚欲开口再次劝说一下，然而萧炎却是忽然转过身子，双臂一伸，陡然间一把搂住薰儿那不堪一握的小蛮腰，将之狠狠地勒进了怀中。微风拂过花园，绿柳轻飘，少年紧紧搂着少女，两人的身体完美般的契合，恍若不分彼此。被萧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有些发傻，片刻后，薰儿粉嫩的耳尖嫣红浮上，轻微挣扎了一番，便是羞涩地停止了下来，小脸上略微泛着一层诱人的晕红。薰儿，1年后我会去迦南学院找你，等着我。将脑袋深埋在那头柔顺的青丝之中，
少年的沉默终于让得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女乖乖点头。